這個鎢事實上，中國大陸整個它的儲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產量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於國際的成本，其他國家要跟進的話，那麼從開採到一般外面說最樂觀的講法，從探勘開採到精煉生產，最快要3到5年。這個禮拜我們都知道 G7 峰會在法國召開啊，那麼會後也發表了聯合聲明，7國領袖呢，除了在烏克蘭議題上面達成共識，說要加強對基輔的軍事支持，也要擴大制裁俄羅斯。另外 ，G7 各國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應該從單一國家进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產。G7 的領導人也承諾在年底前要制定具體目標，擺明就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啊，說很多重要的礦物從開採到精煉，不僅技術的門檻高，環境成本也相當沉重。更關鍵的困難點在於呢，中國大陸在加工能力上還有產業的 know-how 是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複製的。所以呢，彭博就認為，如果要真正擺脫中國大陸在採礦、精煉、加工跟磁材製造上的深層優勢，仍然需要多年的時間跟龐大資本的投入。另外一頭也看到，美國國防部旗下的戰略資本辦公室呢，最近他們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簽署了一項金額是7.25億美元的有條件貸款承諾協議，目的呢就是要擴大美國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對中方稀土供應鏈的依賴。好 ，G7 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這個又開了一次会，好，表明決心，說接下來還要聯手。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針對中國大陸啊，針對北京要累積他們的談判籌碼。但是彭博剛才我們所聽到的也說了個大實話，點出了難處，就是那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們怎麼看 G7 的稀土新戰略，尤其是那60%的紅線目標達得到嗎？倩姐，它這個60%，當然你要看是什麼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應該不可能達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說在馬來西亞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煉的，它或許有可能達到近似，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困難的吧，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呢在開採部分是全球70%，我們都知道，可是在分離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從美國開始想要繞過這一條鏈啊，其實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美國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個吳老師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這個地方，這個已經廢棄的礦場呢，那美國現在由國防部啊，也帶領了各種各樣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後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厂。那現在它正在積極的處理，那是國家介入。那麼另外呢，它也在外國，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国家用澳洲的礦產在別的地方建立分離廠，譬如說到馬來西亞建分離廠。那現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個 Energy Fuel 那個公司要去收購澳洲的那個戰略礦產公司啊 ASM， 然後他們是要到韓國去建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去挪開這個稀土供應鏈的做法，多半在美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呢，它在國內試圖的是在國內建立一個至少在後端做那個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夠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給的話，它後端那個現在中國大陸佔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戰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國家，你還是得要向一個國家買啊。你要到哪一個國家去買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馬來西亞的合作，或者是將來美國收購了澳洲，澳洲去跟韓國的合作裡面，都還沒有我們現在講的是那種比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還沒有看到。那麼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內可以有一定的供應。所以這個60%應該就是說人類要去登月一樣的一個目標，就是其他的國家希望我們能夠登月。當然有人會說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國到了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記得，人類剛開頭說要去登月的時候，我們還是在講的是嫦娥跟吳剛呢。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未來的稀土從一個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離加工
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應都集中在中國的情況之下呢，要達到其他地方60%是一個非常大的挪動，事實上也非常困難。是啊，稀土對於中國大陸來講，還是至少短期內是沒有辦法你超越它現在所擁有的這個優勢哈。而且我想補一下，就是說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離的時候其實是個高污染的產業，可是中國大陸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離提煉的那個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低，所以其他的國家如果既要維持他們的戰略需求，又要維持它的環境標準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層的困難了。对啊，这個重點真的是因為歐洲向來就是以 G7 為主的歐盟、歐洲這些向來重視的是環保啊，那你沒有辦法去承受那個環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級的環境能力，就靠技術，對，看你有沒有辦法能夠有這種技術達到。那麼除了稀土以外啊，還有一個就是礦產。我們先前曾經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鎢礦出口之後，對於其他國家產業造成的衝擊。那現在有一個最新發展，另外一種新的礦產就是叫鉬啊，一個金字旁在一個眼目的目，它是一種重要的戰略金屬，它少量增加到鋼或者是特殊合金當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溫、耐腐蝕、散熱快速這些相關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為半導體跟精密零件拋光製造過程當中的關鍵材料，並且呢，廣泛應用在航太、國防、核能、石油化工啊這些相關的高溫高壓產業。而這個時候看到《韓國時報》有報道說，全球最大韓國這個一家唯一的阿爾蒙蒂韓國鎢業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東礦區發現了被稱為是黑金的鉬礦，預計這個儲存量呢可以穩定開採超過60年。而目前南韓有超過80%的鎢跟90%的鉬都是高度仰賴中國大陸的供應。台灣這個稀有貴金屬回收冶煉大廠他們的總經理吳永忠也認為說，鎢跟鉬這兩種金屬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續看好鎢的應用前景。不過我們提到的這個鉬這邊有張圖表特別做出來給大家看它的基本資源，因為它熔點也非常的高，2623度攝氏度。主要剛剛提到了應用在鋼鐵、國防、能源、半導體跟電子產業。為什麼說它是重要的戰略金屬？因為它可以運用在軍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礎建設方面。好，重點還有一個全球的鉬產量的分布，中國大陸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這個儲量部分的分析目前中國大陸也是排在第一美國第2，第3是秘魯，第4智利，最後是俄羅斯。所以現在說發現巨大礦藏的南韓其實還排不到前5名。我想請教大使的是，南韓這樣的放話，像稀土市場這個好像是預先拋出的一個利多，它背後圖的是什麼？我想穩定軍心吧。對，因為鎢跟鉬好像可以那個魚目混珠一下。因為這個現在三星跟海力士，他們在這個製造晶片，不管是邏輯晶片還是記憶晶片的時候，它製程中要使用的一個重要的光刻膠一個塗膜叫這個6氟化鎢。現在這是很熱門一個名詞，6氟化鎢沒有6氟化鉬，只有6氟化鎢。鎢還是重要的，鎢還是重要的。所以這個鎢，他們80%是靠日本2家廠供應的。這2家廠，一個叫關東電化工業，一個叫中央燒子這個2個公司，他們提供了這個韓國這2家廠的80%的6氟化鎢的這項產品。那這2家日本公司已經正式告訴他的客戶，7月1號以後永遠停產，因為沒有鎢了。沒有鎢，因為鎢是中國大陸對日本進行稀土禁運的一個重要項目。是，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現在是一個大恐慌。美國也出面跟中國大陸喊話說，你這個還要網開一面啊。對。那美國說，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從全球產業鏈的供應面方面來順暢來出的，也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對整個芯片的供應會出現大的一個波動，那投入一個極大的一個變數，那這個對大家都不利。不過中國大陸是斷然拒絕，中國大陸說，外交部發言人講得很清楚，
我們對日本進行這些稀土關鍵稀土的禁運就是要怎麼樣？要斷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基本上講得很清楚，所以看起來是不會恢復了。那鎢不管是鎢還是鉬，我們還是回到這六氟化鎢好了哈。這個鎢事實上，中國大陸整個它的儲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產量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於國際的成本，整個生產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國大陸在這個鎢的供應上是非常非常關鍵的，而且這個鎢的整個裡面比較精煉的所以精煉鎢粉，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高端使用的一個叫什麼叫重鎢酸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是中國大陸的市場的占有率超過90%。所以呢，這個部分就變成這個中國大陸在鎢的供應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國家要跟進的話，那麼從開採到一般外面說最樂觀的講法，從探勘開採到這個精煉生產，最快要3到5年。所以這個目前3到5年之間，國際的這個需求的這個買家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对，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啊！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會中就表示說，他非常的擔憂。來，我們看到在畫面當中他的說法是說，他非常的憂慮中國對日本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會對7大工業國集團跟理念相近的國家的供應鏈造成影響。日本沒有了鎢，非常的緊張。沒關係，我們這裡有鎢，因為我們有鎢老師。鎢老師，我想請教，短期之內，如果中方持續的就是管制鎢的出口，對於日本半導體，因為現在他們非常的積極想要把他們的半導體振興可是如果沒有鎢了以後，後續的這個衝擊評估。這個一定是有衝擊的，那要想就用各種辦法來補救，也一定會有辦法。可是呢，這個都是時間跟程度的問題。那半導體呢，是一個從這個用材料這個角度來，用鎢這個材料來講，是一個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經用得很成熟。雖然這個鉬跟鎢在這個原子這個化學元素表上面是同一個6B 組嘛，我在想我們高中背那個化學元素表，對，它是同一個組6B 組，所以它的確有相同的化學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沒有用鉬，是用鎢，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適合用。那當你用了這麼習慣的時候，你要換成另外一種元素，就算它本來是相近的同一組，那你要花相當長時間。所以你剛剛講說有沒有衝擊，當然有。它花多少時間換到超支或者是彎道超支，再補足這個部分都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我蠻贊成剛剛謝老師講的，韓國政府當然先出來喊話一下，因為穩定軍心嘛。可是你在實務上，產業界真的要能夠用一個新的取代產品，讓所有的供應鏈大家都要來配合，來補足半導體這個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難的。雖然它要的量並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沒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現在是希望能夠做高端的半導體它的北海道那個 Rapidus， 它一開始設定目標就是2奈米所以要做很高端的產品，這仍然會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會被卡脖子的弱點就是短期之內至少看不出來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沒有，絕對沒有那麼容易的，絕對短期絕對沒有。我講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內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对，你要做一個那個新的產品，你要花多少錢去測試，讓它能夠達到我們剛才在講到良率、穩定大量生產，這個都很不容易的。所以總結一個結論，剛才3位老師都講到了這個南韓這次特別說這個鉬可以取代鎢，但是我們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剛才提到也是時間的問題，也沒那麼容易但是就是那句話，喊出來穩定軍心就好。由日資企業所組成的中國大陸日本商會最近共同發表了意見書，特別指出呢，大陸方面管制稀土還有兩用物資項目的對日出口已經影響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夠充分說明。那這一次呢，是日本商會第17次制作意見書，總共徵集了大約有8000家在中國大陸的日資企業。好，特別大家圍繞在這個鎢被管制那因為中方呢是從2025年2月份開始把鎢納入出口管制的範圍，作為對美國關稅的反制作為，並且呢在2026就今年1月，以軍民兩用的物項為理由呢，進一步嚴格限制對日本出口。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資料顯示，今年2月到4月，中國大陸的碳化鎢還有鎢粉這些關鍵鎢的加工產品对日本的出口量已經歸零。其實鎢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邊有張圖表讓大家了解一下鎢為什麼那麼重要哈。鎢的特性，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熔點非常高，3422度啊，這個攝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強度很高，也導電，耐腐蝕，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個啊，就是硬質合金刀具啊，像我們知道，有些車刀。然後呢，一些鑽頭，好，這個是用來製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溫零件、加熱元件，還有呢照明相關、電子半導體也會應用到，還有就是航太跟國防，好，種種的。其實你會發現呢，鎢為什麼那麼重要呢？剛剛講說耐高溫、耐磨損、高強度啊，用在製造業、電子業、能源業啊，還有航太，好，所以表示呢，它其實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更重要的一個是，全球大約有80%的鎢產量是中國大陸所供應的，所以現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來畫面當中我們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頭富士精工，他們說呢，這個財年他們的利潤預計會因為鎢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關東電話、中央蕭子這2大隱形巨頭也雙雙預警啊，他們說下半年的核心產線會全面停產，可見得中方目前出的這一招管制鎢是真的有效，是嗎，老師？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雖然現在產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純度鎢以及一般的鎢，在佔全球的產量大概80%。可是雖然中國大陸的鎢儲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過只佔了40幾%，接近50%。所以因為了確保這些重要的戰略資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在從2024年開始，中國大陸就開始逐漸針對鎢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在鎢的管制，另外一個就是鎢，它是一個軍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們一般講坦克的穿甲彈。就是因為鎢的特性，它非常適用，非常合適用來做那個坦克的穿甲彈。但是因為美國自己，我們知道目前像美國他們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彈是貧化鈾。那美國為什麼會去發展貧化鈾？就是因為美國自己鎢不夠。那美國因為核能發電，所以有大量的貧化鈾下來，所以利用貧化鈾。那貧化鈾有好有壞。那貧化鈾雖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鎢還好，但貧化鈾會帶來輻射的污染。所以除了貧化鈾以外，接下來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彈或者是炮彈，甚至是在飛機裡面、發動機裡面很重要的耐熱元件，其實都離不開鎢。那日本因為自己不產鎢，可是日本在鎢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們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實坦克車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個刀具其實是一樣的，刀具也是要切割那個車刀、鑽頭這些，對，它也是要鑽到很硬的金屬裡面去。那軍事的用途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日本在做車刀這個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國以外，就這兩家在競爭。所以當中國大陸在2024年到2025年開始收緊鎢的管制出口了以後，其實對庫存對這些重要的刀具生產就會造成影響。那去年為什麼比較沒有像今年這麼慘？去年因為2025年的時候，其實他們都還有庫存。对，那它庫存越用越少。对，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車刀其實已經做不出來，所以其實有好幾家已經在，就是產出車刀的量在縮減。所以為什麼會要漲價？因為它沒有那麼多鎢的材料來。老師提到這邊哈，因為像住友電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紛紛宣布哈，產品啊因為要漲價了，要大幅漲價。因為呢，這個漲幅啊，根據資料是說直接突破了60%啊，所以看得出來，除了找這個替代性的管道以外，還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漲價嘛？還有沒有其他的突圍之道呢？目前，因為日本本身是沒有鎢的，它只能從其他的國家。那它現在嘗試想要從美國、加拿大或者是歐洲去進口，但我們知道美國自己鎢本身也很少，那為什麼
美國最近忽然有鎢可以賣給日本，那當然就是透過某些管道，对，就是銷售到美國，然後就是貼個牌子，然後再到日本去，但是價格一定會比較高，但你總比拿不到好。那其實我覺得車刀這個對日本來說還不是比較大的威脅，在日本有一個很獨特的產業，就是好像六氟化鎢，它是做半導體，就我們半導體的那個蒸鍍這個過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对，所以現在台積電很麻煩，台積電現在因為日本已經沒有辦法供應，好像從最近開始，日本就這家就表明沒有辦法再給台積電供應，所以台積電現在要到處去找這個東西。是现在其實這個環環相扣哈，這個沒想到半導體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全球供應鏈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個新聞，就是美國的鎢廢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經中文網也報道說，2026年1月到3月呢，這個出口量呢同比增長到了3倍。那其中呢，對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漲了24倍。就我們剛剛提到的，市場呢正在加速尋找替代供應的管道。那美國鎢廢料商JC Metals 的社長就表示，當然也有中國大陸的買家過來跟他們聯繫把鎢廢料呢要發往說到美國加拿大、杜拜這些第三方，那可能會再由這些第三方再運到中國大陸去。而中國的買家呢給出的報價是高於美國交易的價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紅基金研究所高級主任研究員叫李雪蓮，他認為呢，2025年初以後中方不斷收緊鎢的出口管控，並且呢縮減開採總量。那麼在供應吃緊還有進口重啟的雙重背景之下，現在中方企業呢也在積極的採購當中。而《金融時報》也報道說呢，就連川普，怎麼跟川普也有關連川普家族相關的，就是資本相關的這些礦物企業因為這是跟川普的兒子有關他是間接投資了這個礦物相關的這個企業，那麼也正在進行，因為大家都在搶鎢嘛，所以呢，他是投資推進到這個哈薩克斯坦，要大型的鎢礦開發相關的事業。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日本製造業現在受到鎢的管制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現在就是到處都在找鎢其中之一是美國美國在這場鎢礦大戰當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使您覺得？一個可能的替代者，不過美國自身難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錯。泥菩薩過江。泥菩薩能救我好自己，還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剛剛那個邱老師講的那個，就是說六氟化鎢是美國、日本有2家大廠，一個叫關東電子，一個是中央硝子這2個公司大概生產全球六氟化鎢大概21.7%的這個比重。那六氟化鎢是製造芯片裡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膠類似的元件，這個重要原料之一。那這2個公司已經講了，7月1號以後不出產了，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六氟化鎢的供應大概中間的21%就斷供了。所以美國前2天就出面替日本講話，他說希望中國大陸網開一面。原因是什麼呢？它會影響全球供應鏈的完整。對，它不是說要救哪，他說你這個全球供應鏈會斷掉。那問題就變成說，中國大陸的芯片業也是蓬勃發展，會不會受影響呢？中國大陸一個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本土出產的六氟化鎢佔的比重比日本還多，因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噸的產量，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有3200噸的這個產能了，產量跟產能，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六氟化鎢已經得到了這個三星電子還有重要的芯片生產廠商的認證許可了，所以日本的這個停產可能就會被中國大陸的這個取代，所以過去這個就變成是日本用光刻膠卡其他國家，將來很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光刻膠是芯片產業日本日本因為日本的芯片產業不發達，對，是韓國，還有就是台灣，對，所以這個現在的問題嘛，另外還有就是說這個稀土的中國大陸的這個禁運已經讓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學，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出產磁鐵相關的產業的。你要知道，磁鐵事實上在汽車、在發動機、在這些裡面使用的非常的廣泛。那信越化工已經說了，對不起，7月以後我也不供貨了。那現在日本的汽車工業就恐慌，
尤其 Suzuki 啊，好多東西，它那個汽車上傳統的這種燃油發電機裡都需要用什麼電池，就是說電池。所以日本現在是一個頭兩個大。對，那中國大陸基本上在美國出面說，你能不能給一點日本？那中國大陸講說，我們對日本實行稀土禁運，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对，那所以就變成現在看起來，非要等這個高市早苗收回他錯誤的言論。如果沒有收回的話，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廠就要斷貨，然後就停工。大使點到一個重點就是在這個經貿上面，我們看似好像是經貿這個供應鏈的問題，但其實呢，它更後面背後的是複雜的政治跟外交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中日關係現在真的是低到了一個谷點，好，那麼真的是在谷底當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對中的關係是如何啊。可是短期看來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剛才大使所說的這個美國出面求情像這個 Bessent 先前在南韓也跟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嘛，當時也曾經提到了稀土問題，那也特別呢對於中方對於稀土就是日方這個稀土禁運的措施呢表達關切。那貝森特呢也當然表達了希望北京改善這個相關的稀土政策避免說這個高科技設備還有全球供應鏈呢造成負面的影響。可是我們剛剛就講了。中方會出此招，就是因為要反制美方所祭出的全球關稅嘛。所以美國現在都自身難保了，泥菩薩過江啦，還幫日本去說情啊。剛剛我覺得大使有提到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那就是言論。那或許之後呢？你說美國怎麼幫日本呢？我們已經知道了，川普有幾次了跟高市早苗通電話的時候，可能有說，那你關於台灣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點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論方面。所以或許之後美國的社會是把言論跟行動是分開的，因為美國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韓等等歐洲國家。都要提升國防預算，所以這方面美國還是會繼續鼓勵日本這樣繼續做。但是或許同時美國會說，可不可以不要在國會一直說台灣有事，日本有類似的言論，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這樣刺激大陸了？我覺得或許川普會採用他這種方式了，但是最終。都是中國的決定，對不對？不是美國說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說服中國解開這個限制的話，那要看最後中國的怎麼決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說，台灣在這個大國家，不美國、日本、中國的這個大國博弈，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犧牲掉。在去年4月，川普對全球發動了這個關稅大戰，美中經貿因此打得如火如荼。在經貿的領域在這邊呢就有2張牌可以說是被打到了極致，包括了大豆牌跟稀土牌。那大豆呢是剛剛關係中國糧食的安全，還有美國農民生計，當然就是。跟美國年底的期中大選很有關係還有是稀土呢，是掐住了美國軍工的命脈，也是呢抗衡美國科技圍堵的一大利器。而在今年習川兩人呢，預計總共會安排4次的會晤，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最快的一次就是在4月初。現在甚至還說呢，日期有可能會提前到3月31號這一天川普先訪中，在北京和習近平進行元首會。那麼南華早報呢，最近他們也披露了，美中似乎都有默契，準備把雙方呢在先前在韓國釜山達成的貿易休戰協議再延長1年倩姐怎麼看在今年一整個2026大局之下的中美互動？現在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貿易休兵有可能會延長你也是這麼認為嗎？今年我覺得兩國中間會進入一個好像春秋戰國時代的報聘關係的報聘模式的年就是聘問模式。因為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呢，上半年的川普訪華跟下半年的習近平訪美，都是兩國的元首親自邀請的，所以它不會有什麼變數。但是它中間可看之處還有很多。首先我們要說呢，整個大棋局裡面，今年是一個絕對秩序的變動年。從2025年的4個主要的變動的這個基石被敲鬆軟了以後。
2026年的1月3號又把整個的地緣秩序呢全部重新改寫。WEF 在歐洲呢也把地緣經濟跟地緣政治相關的這些規則全部改寫，所以你連慕安會議啊、慕尼黑的安全會議裡面，大家都說舊的秩序已經沒有了。所以當你有一個這麼大的變動的時候，就好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你今天說馬上就農曆新年嘛，我們拿點中國人智慧來說，在這種聘問模式中間呢，就是幾個大的強國中間，彼此有很多的征伐，有很多的這種在領土啦，或者是各種方式的对抗，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种會盟的模式，所以這個報聘模式、這個聘問模式裡面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就是友好訪問，對，改善關係，鞏固邦誼。這中間你剛才提到的兩件事情，就是去年的2張牌啊，大豆、糧食安全、稀土、軍工命脈，固然是不錯。但是2張牌的強弱不同，是大豆有替代的產地，有替代的國家可以出口的來源，有替代性啊。稀土呢，有些有替代性，輕稀土有，重稀土呢勉強也可以建立一部分的小的替代性，但是全面的没有。好，所以說這2張牌的強弱不同，所以也就代表了兩邊實力可以談判，在談判桌上談的不同。不過這2次的重要的聘問一邊來一邊往呢，它主要就是建立，如果你用西方的角度來說呢，就是你的管控分歧的方式，你要建立和平的護欄，對，彼此能夠在鬥而不破的情況之下呢，繼續管理放在引號裡面的世界秩序，因為美國畢竟還是一個世界秩序的大國，所以在上半年跟下半年，我們要看的東西當然是什麼人隨行，就是說它一定會發生，但是它的看點還是很多的，很多的細節。什麼人隨行，它代表的是你去送什麼東西，因為就像以前的這個聘問模式，第一個是聘使是誰，你派誰去出使，代表你要去講什麼題目。好，隨行的人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還有產業大佬啦、華爾街啊這些，我們前面看到了李在明，看到了史坦默，都是這樣啊，什麼人隨行。第二個呢，就是你迎接的那個程序，好像交勞，以前我們叫做你去迎接這個外使來，你或者迎接外軍來的時候，你用什麼方式、什麼層級？大家可以記得說，英國到了中國大陸的時候，那個層級和擺的那個陣仗啊，應該是數百年前呢，英國認為他們作為最強大的國家的時候，所還沒有見過的陣仗。對，那個規格哈，規格非常高。最後呢，就是你還要送什麼禮物，談什麼問題不一定會告訴我們，呈送的禮物一定代表很大的意義，同時呢，在國事訪美的國宴呢，也一定代表非常大的意義。所以我覺得今年上半年應該是在一個冷對峙、慢脫鈎的這種過程中間呢，大家開始從可能在明面上面，你關稅來，我稀土網，到了比較深層的實力為核心的一種緩慢的對抗，所以應該是非常有意義，而且不要忘了呢，第一個主場是中國。對，這個大棋局啊，還有的看，而且是一整年啊。雖然說現在馬上2月就要結束了，接下來還有10個月啊，這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當然，現在全球最矚目、最期待的，也就是4月要登場的習川會。那剛剛講說大豆也好，稀土也好，如果說大豆跟民生相關的話，那稀土呢，當然就是跟軍事安全、這個國防的戰略科技啊，都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好，最近也看到一個震撼的一個消息，就是美國 F-35戰機呢一度傳出說，因為稀土的供應受到阻礙，造成了交機出現了異常。甚至呢，連戰斧飛彈的生產鏈啊，都必須仰賴盟友回收廢料來維持生產需要的板料啊，這些相關的料件。那面對中方的稀土優勢呢，川普也推出了所謂的金庫計劃，那也就是呢，要砸下上百億的美元來備料，而且呢，還要來入股一些相關的採礦企業，企圖要建立一個本土，就是美國本土的關鍵礦產的體系。可是問題就是說，這個稀土開採很容易，可是呢，分離提煉的技術是非常難的。這一段產業鏈當中啊，中國大陸方面呢，還是有壓倒性的優勢。而且說到了稀土，其實時間是一個最重要跟最關鍵的因素。大使現在看到雙方都在你防我，我防你，而且呢，都在要做準備啊。所以從現實的角度，時間這個因素來看啊，您覺得美中雙方在這個時間，大家都在搶時間，要做準備，做相關的哪些準備？那就是
外交準備啊，對，這是屬於這個政策面的啊。還有就是你的物質上的準備啊，那你的稀土戰打不打得起來？然後還有就是美國是不是能夠下決心啊，把中國大陸的這個有關 AI 的這個高端晶片完全禁絕呢？那這些都是雙方可以着力的。那更不要說在相關的區域或者說是一些衝突裡面，那直接對立也都有可能啊，也都有可能啊。所以其實美中關係，我覺得現在來看的話，我甚至不用一年來看或2年來看，我用每個月來看，因為每個月有變數，都可能影響美。現在要拉近到每個月的進度。因為以川普的作為來講，川普是這個，我不能用星座，不要用星座好了。川普是這個，他是怎麼講，變化性很強的。哎，他可以昨日種種，去如昨日死啊！哎，今日種種如今日生啊！今天就是从開始，過去歷史全部消失了，對不對？然後就重新開始。所以就跟卡尼講，川普的這個他所主導世界是這種斷裂式的，他沒有演進的過程，它不是一個 evolution，它是一個斷裂切斷，無規則可言。對，就是說很劇烈的啊。那所以我覺得，我看到今年的美中關係的話，其實我看幾個重要節點啦。當然4月之前，2月通了電話，那麼在4月之前看起來變數不大了，變數不大了，先穩住，對不對？因為美國做了2件大事，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到目前為止做2件大事，第一個入侵委內瑞拉，對，第二個準備修理伊朗，這2件大事都沒有影響到美中關係。在委內瑞拉的問題上，雖然中國大陸的這個有關要運往中國大陸的郵輪也被美國截了，那中國大陸並沒有大動作的反應。那事實上，美方還在講說，中國大陸的油公司已經開始買由美國油公司供應的委內瑞拉原油，所以這個基本上中國大陸是什麼講的？用應變的方式，用這種而不是用衝突方式來看這個問題。那基本上也尊重了委內瑞拉這個國家他自己的選擇，因為委內瑞拉本身現在跟美國正在進行各種實質方面的談判嘛，那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沒有造成美中之間衝突。現在伊朗的問題也沒有造成美中之間大的衝突，所以川普是在沒有中國大陸的這個干預或者說插手之下，他在這個很舒服的自己解決了2個美國大的問題。那所以這2個問題沒有贏，可是4月的時候就要看雙方現在要談的問題啊，雙方的團隊在談的問題。我認為最主要是台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呢，會不會有一個大的大家有一個衝突？對，因為 Foreign Affairs 最近又寫了一篇文章，他的立場就是說，美中關係裡面最危險的一個隱性就是台灣問題，所以建議美國是要用務實的方法把台灣的問題做一個怎麼講呢？一個務實的一個妥協，大概是這個角度看問題。這個我就認為就跟去年底那個所謂的蘭德公司的他直接講說美國應該支持表態支持兩岸漸進式的和平統一。我覺得這個中間它都有關聯性。那這個整個在改變這個所謂的議程的，還有這個討論議題的這個本質的，我覺得是中國大陸施壓。那中國大陸借着美國現在這一片這個變化當中，可能在台灣問題有很積極的這個提案，要美國來接受。所以我認為4月會影響未來的走向。也就是說，當中變數有很多，可是呢，台灣問題絕對會是一個變數中很關鍵，會影響或左右的一個因素，對不对？對。那現在剛剛講到說，美國那川普這邊呢，非常在意的，當然就是年底的期中大選了，一定要選得好，不然的話就提前跛腳了，甚至呢，可能他的這個權力也好，或者說相關的一些後續的政策都可能會備受挑戰啊。但現在一整年2026美中關係要如何變化呢？有一個時間點。就是剛剛提到的11月的美國期中選舉，對川普來說，對中政策從來不是只是一個外交議題或者是選票的工具特別是在選票上面他很在意的。可是選舉跟美國內部的經濟，我記得 Russ 有提到对外美國國民最在意的，其實
你外交做得如何那是一回事，可是我的民生、我的生活最要緊的啊。经濟數據如果弄得不理想的話，恐怕會影響到就是直接的選舉行為。所以，如果經濟數據不理想的話，你覺得川普會怎麼樣？是在打關稅的這張牌上面，會再打其他的招數嗎？目前我認為，萬一經濟數據不好的話，比如說進入夏天，美國夏天的時候，就是離選舉3個月時間左右，川普應該不會再調高關稅了，因為我認為他幕僚團隊會向他說，你這樣做的話，可能會再造成這個生活費會提高，而且在選舉前。你這樣做有點危險，所以即使數據不好的話，我覺得川普還是會直接責怪民主黨好了，他不會再允許，因為這個調高關稅是去年他第一年的事情，對不對？所以在今年，我認為是應該不會。如果他覺得，比如說中美這個貿易的一些共識是中國沒有達成，比如說購買大豆和其他的目標的話，我認為明年川普就會開始再次跟中國打所謂的貿易戰，應該不會在今年，但是明年的可能性我還是認為是很高的，因為如果進入明年，你剛剛說跛腳，那就是川普剩下的最後2年，對，那個時候他可以打中國牌。第一，他不用關心選舉，而且他是會考慮他的歷史地位，對不對？所以如果他那個時候認為我要留下的在外交方面的歷史地位，除了解決那麼多戰爭的話，我是為了對抗中國是最強硬的總統。如果他有這個想法的話，那應該不是今年，可能是明年才。所以就是會等到期中選舉以後。對。如果真的要再走向一個比較對立的狀態的話，至少是會等到選完。因為今年你搭這個中國牌，我覺得比較是沒有用。你說因為中國宗教自由或打壓台灣等等，這個應該今年期中選舉不會吸引票。那你覺得剛剛大使也特別提到說，變數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台灣問題啊，美方尤其是川普會怎麼樣的謹慎或小心翼翼的處理台灣？其實我覺得中美關係之間的議題，其實對我來說都是相當的 equal。都很重要，不管是台灣議題或中國跟日本或南海等等，我覺得這些議題都是有危險性，就是說你不知道是哪一個議題會在中美關係之間會是關係惡化的因素。我覺得都有可能。